完成母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后，这一节将接着介绍子电路板与母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以及组合完成试题的动作要求。首先说明母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为了方便对照绘图之零件布置、实体之零件布置时，可单其右侧外观管理器的物件页签，脱翼布线的不透明度，让布线较不明显。待完成零件布置，再脱翼布线的不透明度到明显处。至于在进行实体之裸铜线布线焊接时，则可以单击检视功能表下的翻转电路板，以方便对照绘图之裸铜线布线。母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工作需依焊接规则与装配规则进行，其实体之零件布置与裸铜线布线必须与绘图之零件布置与裸铜线布线相同。完成母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工作后，还要仔细检查是否与零件布置图、布线图完全相同，以免被扣分。如图所示，为实体与绘图之对照顶层零件面的部分。在这边需注意，我们在 DS1 的左上角有一条跳线，这个是需要使用 PVC 单芯线，长短则需自行剪裁。下一张图则是底层焊接面的实体与绘图的对照。完成母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后，接着继续进行子电路板的装配及焊接。子电路板是一片已蚀刻好的电路板，其装配及焊接的工作仍需依装配规则与焊接规则进行。在此特别提醒，LED1 在焊接前需先确认阳极 A 的位置，再依据纸板上标示的符号，将阳极摆放在左边，阴极在右边，确认无后才能焊接。J2 与 J3 两排排针是安装在纸板背面，而在正面焊接，绝对不能弄错。J1 金牛角座的缺口朝下，也不能弄错。U1 CPLD 与 Y1 石英振荡器的角座，请遵照纸板上的第一角标示装配。安装 CPLD 晶片和石英振荡器到角座的时候，先确认第一角的位置后再插装。如西图为完成装配及焊接的子电路板成品照片。接着将子电路板安装到数颗测试办理单位准备的 CPLD I/O 接角测试板，利用电脑桌面上的杀入档 skc detest.pof 确认子电路板的功能是否正常。将 USB Blaster 下载线连接到 PC 端的 USB 插槽及纸板的 J1， 再为纸板接上 3.3 伏特。打开电源开关，此时 LED1 应点亮。双击 Quartz 2图示，开启 Quartz 2视窗。单击工具列的 Programmer 杀入按钮，开启 Programmer 视窗。此时在功能表列下显示 No Hardware，表示 USB Blaster 尚未正确安装，单击 Hardware Setup。此时显示有可选用的 Hardware 项目是 USB Blaster， 在当前选定的硬体下拉选单中，选取 USB Blaster， 再点选 Close 按钮。完成选用后，可以在 Programmer 视窗中出现 USB Blaster，代表已经正确安装了。单击 Add File， 选择要烧入的档案 skc detest.pof。我们在这边打开桌面，再点选 skc detest.pof，
选取之后，单击 Open， 确认要输入档案是否正确。确认之后，勾选 Program Configure， 单击 Start， 看到输入进度为100% Successful， 即代表输入成功。输入成功后，即可看到测试板上的左右两边 LED 依序亮面。若所有的 LED 都有亮面的状态，即代表子电路板的功能正常；没有的话，就需检修，直到正确为止。确认子板功能正确之后，即可关闭 Programmer 视窗。接着进行可程式晶片之电路设计。使用 Cortex-2 依抽定之7段显示器内容要求进行电路设计、晶片规划、接脚指定。可程式晶片之内部电路可以利用 Verilog、VHDL 或绘图等方法来设计。在此以 Verilog 为例，介绍可程式晶片之电路设计。首先创建新专案，在 Cortex-2 整合开发环境中，单击 File 下的 New Project Wizard， 在 Introduction 页面单击 Next， 在第一页对话视窗的3个栏位分别输入工作资料夹、专案名称与顶层设计名称。完成后单击 Next。第2页不做任何设定，单击 Next。在第3页，先在 Device Family 栏位中选择 Max 3000A， 再到 Available Device， 找到 EPN3064LC44-10， 单击选取，再单击 Next。第4页不做任何设定，单击 Next。最后在第5页为设定总结，在此会条列专案设定的内容。单击 Finish， 完成专案设定。此时标题列多了工作资料夹的路径与专案名称。左侧的专案浏览视窗中出现一个实体，名称为 Max 3000A EPN 3064LC44-10。接着进行设计输入，按 Ctrl+N， 开启新档，在对话视窗中单击 Verilog HDL File， 单击 OK， 出现程式编辑视窗，在此编写程式码。注意此处之2进制码必须依抽定之7段显示器内容，参考字型与控制信号对照表调整。编写完成后，按 Ctrl+S， 单击存档。单击工具列的 Start Compilation 进行第1次编译。此时在工作视窗会显示编译过程。编译完成，如果有错误，必须排除错误后再重新编译。若只是出现警告讯息，因为不会影响电路的烧录，所以可以不处理。单击 OK， 再接着进行指定接脚。单击工具列的 Pin Planner。开启 Pin Planner 视窗，单击选取标题名称 Node Name， 再单击改变排序顺序，根据接脚配置表，以滑鼠单击要配置的节点名称，再将其拖移至所要配置的 CPLD I/O 接脚上。接脚指定完成，关闭 Pin Planner 视窗，点选工具列的 Start Compilation 进行第2次编译。编译完成，单击 OK。
可程式晶片之内部电路可以利用 Verilog、VHDL 或绘图等方法来设计。前面已介绍了 Verilog 版本，若是要改用其他两种，请参考图1的 VHDL 版本或图2的绘图法版本。最后进行功能测试，将子电路板安装到母电路板上，再将 USB Plus 的下载线连接到 PC 端的 USB 插槽及子板的 J1， 并且为子板接上 3.3 伏特。此时 LED 1点亮，单击 Quartz Programmer 烧录按钮，开启 Programmer 视窗，单击 Add File， 选择要烧录的档案，单击 Open， 确认要烧录档案是否正确。确认之后，勾选 Program Configure， 单击 Start， 烧录进度为 100% Successful， 完成烧录，单击关闭。检查是否符合试题动作要求，结果如下：纸板上的 LED 1指示灯有点亮，依抽签指定的题组 K 组显示内容，左边2位数显示岗位编号，中间显示小数点，右边2位数显示数科测试编号后2码。4位数7段显示器每一位数的各个阶段都显示正确，符合试题动作要求，完成功能测试。本章内容是以纸板指定接角 B 组为例，完成4位数显示装置的电路板设计。你也可以自行练习其他各组指定接角的设计。下面提供其他组的原理图与 PCB 给你参考。这是指定接角组合 A 组，这是指定接角组合 C 组，这是指定接角组合 D 组，这是指定接角组合 E 组。4位数显示装置的电路板制作与功能测试到此介绍完毕，本章内容也全部结束。下一章将介绍如何完成试题2的键盘输入显示装置。